前面看完了那么多在悬挂砖上搭出的大师级作品，但我万万没想到冠军作品会是这个。金发组的故事也贼简单，他们准备搭一个鸟笼，一只扒住笼子的猫。估计是技术有点跟不上想象力，他们的搭建进度非常坎坷，评委也实在看不下去了。You've done all this fancy edge work here to make a square. I did this with 6 Lego bricks. You've wasted 4 hours in a 10-hour challenge making a square. 他们用短销衔接带孔砖来做笼子，但这完全不像个笼子，更像个拖布。搭到一半的时候，金发小哥终于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拆掉了笼子，陷入了精神失控的状态。此时比赛只剩下5个小时，就在我觉得金发组这集就要杀青回家了的时候，他们压力之下出奇迹，用轴和连轴器给笼子搭了出来。不过一只猫扒笼子实在影响平衡，于是他们又做了只猫和更多的鸟，最后就变成了这样。2只猫扑在笼子上，吓坏了笼子里的鸟。乐高搭角色造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五官的塑造。金发组能完成这个冒险的想法也是实属不易。When we were halfway through, I thought you were almost sunk, but you adapted and overcame. And for that reason, you're today's winners. 等会儿，就算冠军不给前面那些神仙打架的作品，给这个是不是有点勉强了？说实话，我觉得下面的姐姐组都比他们搭得好看。姐姐组准备搭一个公主从恶龙手中拯救骑士的故事，反正能用乐高把龙搭好的都是大佬。在云端之上，龙带走了骑士，但这次救人的却是公主，很带感的剧情。云朵上许多的冰激凌零件削弱了砖块的棱角感，让云朵看起来非常柔软。龙的造型和配色非常有邪恶的威慑力，但如果龙能做得大一点就更好了。下一期 3D 艺术、造型美学和技术的究极考验。用乐高搭一幅画，这么简单，不是有手就行。然而定眼一看，这个画框是有深度的，也就是要搭一幅 3D 立体画。当然光立体也不行，评委规定模型必须要冲出画框，有一定的透视感。这种美学搭建完全是长发组的舞台。长发老哥无论是纹身、喷绘还是画画都是专业级的。好家伙，这都开始给草图上色了，职业选手禁止参赛。他们做的是一株向观众扑来的巨型捕蝇草，就是这个东西。捕蝇草旁边还围绕着藤蔓和许多苍蝇。但毕竟乐高是积木，没有胶水，只能靠摩擦力固定，所以比赛中很容易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倒霉的是，就在最后1秒钟，他们的一只小捕蝇草阵亡了。其实整体看也看不出缺了点啥，少了一只捕蝇草并没有影响观感。捕蝇草的藤条延伸出了画框，仔细看，这些藤条竟然是由垃圾桶零件组成的，树叶则是冲浪板做的。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of building with Lego is just being able to take things and use them in unorthodox ways. 捕蝇草和一堆苍蝇，在现实中这画面估计只剩恶心了。但整幅作品的精髓其实就是在于这些苍蝇，不同大小的苍蝇创造出了景深，这才让这幅画变成了真正的3D 艺术。用乐高搭出一个冲出框架的模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冲击力的？金发组正在搭一只公牛，他们的计划是一个牛仔骑着公牛跳出画框。乍一听牛仔骑牛还挺合理，但仔细一想，牛仔不是骑马的吗？查了一下，结果还真有骑牛比赛，比赛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费牛仔。说回他们的作品，金发组这俩人头一直很铁，搭东西从来不考虑难度，半个身子大的画框，牛仔和牛的造型就够他们忙活12个小时了，更别说还有个致命的比例问题了。 Is he the right scale? We think we're happy with it because we want this to be like a very intimidating big bull and he's trying to tame it. I'm calling a load of bull. So you know that boo noise on the show, right? I actually do that from in here. What's this? 评委指出他们的比例不对，于是黑发小哥又给牛仔的头做得更大，结果头又太大了，塞不进画框。为了能将牛仔塞进去，他们只能委屈牛仔向后仰，但没想到歪打正着，弄出了不一样的效果。我的妈，还有意外收获！还完名就的牛仔身着流苏上衣，剩下的公牛横冲直撞地跳出了画框，牛仔不受控制地向后仰，看起来差点被甩掉。上次他们的鸟笼被吐槽没有其他组强，却拿了冠军，但这一次金发组确实展现了真正的实力。敢不敢再来个冠军？有什么不敢？ And that's why you've won today. 评
平面设计师是怎么用乐高搭出一张海报的？本期要搭出一个冲出画框的模型，机油组准备在画框中搭一张上世纪的3D 电影海报。记得我第一部看的3D 电影还是09年的《阿凡达》。作为平面设计师的黑发老哥，也是第一次用乐高搭电影海报。他们要做的元素非常多，3D 的标题字、怪兽、套装级别的飞机也搭得毫不费力。还有这个主持人头上的眼镜，这种红蓝3D 眼镜好多年没见过了，也算是时代的眼泪了。浓烈的色彩配上超大的字体，组成一幅上世纪60年代的3D 电影海报。画面中的怪兽正将飞出画框的飞机抓回来。这一期对于机油组来说没什么难度，可因为他们过于重视3D 效果，反而削弱了他们的能力，艺术性没过得了评委这关。越是简单的题目，搭起来就越难。姐姐组这边的计划是做一只巨型章鱼怪挟持海盗船的场景，这不是《加勒比海盗2》的剧情吗？船长打俄罗伊，这一波是相爱相杀。冲出画框的海盗船被巨型章鱼卷住了船身，而海盗船的目标藏着财宝的小岛就在不远处。他们的问题和上面的机油组一样，都是艺术性差了些，但机油组明显实力碾压。下一期画框搭建最终篇。 So unfortunately today, Jay and Stoney, you'll be leaving us. Today's build is called 3D art. Oh no. 听见艺术俩字就头疼的发小组，他们这次准备玩点不一样的东西，沿着光路作画，就是用砖块的颜色模拟被照亮的街景，搭出纽约街道上情侣相互拥吻的画面。但发小组的思维似乎也被画框禁锢住了。1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过半，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偏题。3D 艺术是要让乐高冲出画框，而他们的模型都老老实实的待在画框里。环顾其他组的作品，他们也稍微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画框上紧急补救了只小小的丘比特。纽约街边的灯光倾泻而下，洒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身上。 I think you've got the most out of what you could achieve from a 3D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say the car, instead of getting smaller, should be bigger at the front. 画框上孤零零的丘比特也没有给3D 效果加分，于是他们和姐姐组一起被列入了淘汰的队伍。 Seeing what Jay and Stoney have built and the incredible piece of artwork that they've created, we're just waiting for the blow. 危急关头，姐姐组反向奶了自己一口。 So unfortunately today, Jay and Stoney, you'll be leaving us. 如果不是发小组审题失误，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都会被淘汰，实在可惜呀。 We'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That thing is a whopper. 2 top 2s and a first. Amazing. Oh! Have fun.